十一，你同朕说实话，你带婉儿到底是何想法？我带阿婉姐姐怎么了？你去找孔向松出气，是因为你将她当作姐姐，还是因为你将她当作你的心上人了？我皇兄，我自然是将她当作姐姐。你若只将婉儿当作姐姐，那么日后就只当她是姐姐，切莫做出逾矩之举。但你若对婉儿有意，你便该想清楚自己的心。一来，婉儿是同你一起长大的青梅，有着那么多年的情分；二来，婉儿是谢先生的侄女，你若心悦于婉儿，你要想清楚，是一时的心动，还是想与她厮守一生的情谊？其间关系，皇兄希望你能慎重。我说的你可明白？在我今日去找阿婉姐姐之前，我都将她当作姐姐来看的。哪怕先前知晓阿婉姐姐同孔家的定亲，我只怅然于以后怕是轻易见不到阿婉姐姐了。可是今日见阿婉姐姐为了那混账伤神，我心中有点说不上来的难受。我想弟弟看见姐姐被人欺负而伤心，怕是也会难受的。所以皇兄，我不知道。但凡谢婉再小上2岁，他都不会在这时候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十一，这段时间你便不要去找婉儿了，自己一个人想一想，切莫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他带阿婉姐姐到底是什么呢？孔家着急，又不愿意被谢家退亲，便只得请衍圣公出面调解。江密对上他天然矮了一截，便请久不理俗事的老夫人出面。谢老夫人、太师夫人，谢家的闺女淑贞贤德，是再好不过的姑娘。我那没出息的孙儿孙媳听到一点风声，便着急忙慌上门来退亲，此事我是半分不知情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叫他们上门来。到底是老夫管教不力，老夫带他们2个和谢家姑娘赔个。您是长辈，怎好给我家婉姐儿赔礼道歉的？岂非是要生生折了她的寿？这老匹夫一朝以退为进，倘若真叫他和谢婉赔礼道歉了，外面那唾沫星子还不得淹死他家婉姐儿？老夫人，谢家心疼女儿，心中有气，那是应当的。可这为人父母、为人长辈的心是一样的。你以此当理由退亲，我家宋哥儿日后可是难娶妻了呀。您就当心疼心疼孩子，对外只说是2个孩子八字不合，也好全了咱们2家的体面。心疼儿女的心自然是一样的，只你孔家心疼你孔家的孩子，作甚要欺辱了我谢家闺女？孔谢2家僵持数日，随着边关战报频传，宁夏镇的情况愈发不容乐观。孔家实在担忧会连累自己，咬牙签了谢家的退亲契书。自此孔谢2家再无瓜葛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世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奈何譬如朝露，去孤多。随着天气愈发寒冷，鞑靼骑兵的进攻愈发猛烈，而宁夏卫退守红山堡，只得背水一战，战事由此陷入焦灼。在年关即将到来之际，宁安侯率兵突袭鞑靼后方粮草，切断补给，围剿鞑靼骑兵，随后士气高涨之际，连退鞑靼100里，而后就此鸣金收兵。此一战，宁夏卫足足死伤5000余人。宁安侯亦是身中2刀，卧床休养10数日才得以下床。此间牺牲报到朝廷，不过是几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和几句概括性的陈词。只是因为赢了这一仗，京城上下过个好年的同时，也多了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元娘岁岁平安。祖母岁岁平安，明年您就该75了，该给您过大寿呢。我人老了，折腾那个做什么？祖母可是要过上寿、老寿、期仪之寿的人，区75怎能说老？给您过寿怎么能叫折腾呢？哎呀，你这张嘴啊，当真是10年如1日的甜。祖母啊，没想过活到什么80、90、100的，你们祖父啊还在底下等我呢。江蜜心底忽而生出几分不安来。元娘啊，咱们谢家最大的幸事儿就是把你这可心人给娶进了门呢。你没进府之前，这一大家子活像个仇人似的，也怪我没把几个孩子教好，多亏了你呀。祖母，我夸你呢，哭什么？这大过年的可不兴掉眼泪呀。我啊，就是觉得咱们这一大家子和和乐乐的特别好，要是你公爹和婆母在就好了。祖母，明年咱们一定能打胜仗的，咱们就在京城安心等着父亲凯旋。我和夫君、父亲、母亲还有您，还有咱们这一大家子都会好好的。放心吧，祖母。哎，好。接下来要去大门贴银联呢，敏善淑贞、婉婉有仪的谢少夫人可愿一同前往啊？谢子夜，你少贫嘴。副边关建制达达收国土，归故里身无残缺笑开颜，横批烽火平安。这是谢之让亲手写的，父亲会没事的。贴完楹联和年画，家中便开始准备祭祀仪式。首先是开祠堂，祭拜谢家4代先祖。谢之让代替家主宁安侯进行祭拜，祈求祖先保佑谢家子孙后代平安昌盛。地高阳之苗裔兮，真皇考月伯庸。舍体真于梦走兮，为更应无一将。黄兰窥玉出都兮，朝辞于家明。明与月正则兮，子与月凌云。分无既有此内美兮，有种之以修能。忽将鲤鱼以之兮，任求兰以为配。随后要祭5祀，包括灶神、户神、土神、门神和刑神。最后以羊头和鲤鱼为贡品，广开门户，迎接财神降临。夫君，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难受。心里难受的话，我给你煮姜儿吃，好不好？你亲手煮的啊？那只能吃3个，等下要吃团圆饭呢。好，那我想吃一个素3鲜的，一个猪肉长寿菜的，一个羊肉的。行，
等会儿我从包好的饺饵中各挑一个，煮好了，看你能不能吃到钱币。那你可得好好帮我挑啊！要是我吃到了，你得给我做事情。哎，我给你挑有钱币的饺饵，完了你吃到了，还得我给你做事情呀？你怎么那么霸道呀，阿蜜？那你答不答应嘛？夫君，好夫君。哎，行，都依你，都依你，你个粗瞎鬼！掌心蜜语羊绕指温柔烫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好香啊！我家夫君上可持刀护君平安，下可掌勺为妻做汤，当真是天下第一的绝世好夫君。行了，快吃去吧。哎，小心烫啊！知道啦。情深巷口望眼余温罗裳，伞下像一场心跳绕回廊。谢老夫人薨逝了。正月初一，皇帝要祭拜先祖，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。谢之让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自然是要守护在其左右。听闻家中传来的消息，他吩咐屈怀英务必寸步不离地守着皇帝，匆匆部署一番，而后快马加鞭赶回家中。一叩首，请再叩首，请三叩首。祖母，祖母。昨日就是这双手还热乎乎的从荷包里给他拿压岁钱，拉着他的手说要好好的。老夫人是怎么去的？老妇人是寿终正寝，去的时候没受什么苦。祖母儿孙绕膝，年过古稀，临终前也没受什么病痛的折磨，全福全寿全归，算得上是喜丧了，该高兴的。是喜丧，该高兴的。如同昨夜天光扎破了远山的轮廓，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。
早间出门时，家中还是一派喜气洋洋，再踏入时，却是满目苍白，一片哀痛悲凉之景，当真是世事无常啊。正月里挂白帆，此番动静引得京城无数权贵纷纷将视线落在宁安侯府。陈党大喜过望，暗暗感叹这谢家老夫人死的真是时候。谢老夫人这一去，宁安侯与谢之让按礼制必得尚书丁忧去职，总兵一职虚悬，谢之让亦再无插手朝堂之机，这岂不正是咱们陈家的大好机会？一切听父亲的安排。仁寿宫中的太后更是恨不得去宁安侯府门口放一串鞭炮庆贺庆贺。如今皇权日盛，我陈家只得暂且收敛锋芒，避其锐气。未曾想，偏在这般进退维谷之时，竟得了如此转机，当真便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皇帝召谢之让于御书房密谈一下午。宁安侯远在边关请辞丁忧，谢之让亦请辞半副进校，二人皆为国之柱石，边关朝堂不可无主，两份奏折均不准。陛下百善孝为先，恳请陛下体恤二人，恩准辞官尽孝。朕知孝道重要，但边关离宁安侯无主，锦衣卫离谢之让无首，尔等谁能接任？陛下所言极是，然强行留任恐失民心，臣请陛下寻折中之道。爱卿所言有理，那便准宁安侯解甲丁忧归乡守孝，宋平威将军即刻奔赴银川，接替宁安侯镇守边关。锦衣卫指挥使之职无人可替，便夺情留任。陛下圣明。除此之外，朕将亲自统兵，御驾亲征，以静寇乱，以安社稷，此事毋庸在意。
此话犹如是往本就不平静的池子中丢了一块大石头，激起无数浪花。朝堂之上一片哗然，宛若调堂沸更。陛下说要御驾亲征，那些个大臣怕是要闹翻天了吧？岂止是闹翻天啊，太和殿的顶都要被他们掀掉了。陛下这突如其来的一招，自然是打得他们措手不及。我这还是因为在家守孝不能出门，那些个夫人吵不到我这里来，只纷纷递了帖子来探我口风。我说能出门，他们非得撕了我不可。理他们做甚？由着他们闹去吧。真要走？这熨斗也挺重的，让丫鬟做吧。可是你马上就走了，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都穿不上我给你熨的衣服了，我舍不得你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？你都要走了，还不许我哭一哭吗？哎，许怎么不许？只是你这般伤心，我心中也跟着不好受。不去了，不去宁夏镇了，就让陛下一个人去吧，我在家中陪你。你也就嘴上说说好听，他何尝不想在家中守着妻子和2个孩子？可是宁安侯有句话说得对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他若是想同江蜜安安稳稳过这一辈子，就必须要把那些个碍眼的家伙全部除了。此一去，危机四伏，绝处逢生。朝堂上闹了几日，多是担心皇帝的安危和朝事的处理。陛下，御驾亲征虽能振士气，可您万金之躯临险地，臣等难辞其咎。且朝堂不可无君，还请陛下三思，另择良将领兵。陛下安危系天下社稷，臣等忧心陛下安危，已怕朝中无主生乱，愿陛下坐镇朝堂，统筹全局。二位大人多虑，边军士气低迷，陛下亲征必能鼓舞军心，何愁打打不灭？众卿所忧，朕亦知之，但边患不除，国无宁日，朕意已决，御驾亲征。亲征期间，瑞王监国，内阁辅臣协理朝政，不得有误。谢之让点其锦衣卫精锐护驾，速整军备，待命启程。臣等遵旨，愿陛下旗开得胜，凯旋归来。此事甫一定下，江蜜便一直黏着谢之让，走哪儿跟哪儿，就像刚出生的小猫一般，片刻离不得人。你要去如厕呀？那我不跟着你了，你自己去吧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咱们这是待一会儿少一会儿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乖乖自然是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我才是。所以我去如厕，你自然是要跟着我的。我不要跟着你了，谢子夜，你松手，你松手！谢子夜，你再不松手，我打你啊！我把你耳朵拧下来。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想抱抱你，只是想叫你开怀一些，不要那么难受。你真讨厌，竟会拿我寻开心。阿蜜啊，明日我便要走了。我知道呀。我走了，要记得想我。你那么讨厌，谁要想你？才不要想你。也对，还是不要想我的好。你在家中可要高兴些，不要哭。我可不想高高兴兴回家，却见到一个小瞎子在等我。你说想你便想你，不想你便不想你，谁要理你啊？我想便想，不想便不想，你少管我。哟，我家乖乖如今这么凶呢。等你回来，若是多了什么伤，我便再不理你了。我把春光覆水流，秋来树叶红。又见候鸟向南飞，眨眼已入冬。
我怕前路太朦胧，只剩无人相送。人海茫茫的我和你，何处能相逢？我怕时间太匆匆，我怕回头两手空，怕语言只是一词穷，我怕心事已成梦，我怕柔情你不懂，我怕有始却无终，怕容颜终究会变老，我怕青春在霓虹中，我怕时间太匆匆，我怕回头两手空，怕语言只是一词穷，我怕心事已成梦，怕容颜终究会变老，我怕青春在霓虹中。谢之让跟着皇帝去边关了。你看那远山，烟浮川端风。元宁5年，怀宁帝御驾亲征，瑞王监国。栾驾抵达银川，士气大涨。宋平威趁此机会一举反攻，率领宁夏卫顺利夺回2座城池。然随着天气回暖，黄河解冻，自南往北段多发凌汛。为确保春耕顺利进行，宁夏卫抽调部分兵力帮助官府治理水患。与此同时，鞑靼骑兵趁此机会养精蓄锐，双方在边墙处摩擦频频，相互试探，战事就此陷入焦灼状态。已近3月，树枝抽芽，繁花茂朵，到处都是春日到来的讯息。哀家寿辰将近，皇帝尚无子嗣，哀家独居深宫，难免孤寂。传哀家懿旨，召诸位藩王幼子入京，为哀家贺寿，为皇帝祈福纳降。是。此时召藩王幼子进京，恐怕另有图谋。不过是些奶娃娃，翻不起风了。王大人多虑了。陈首府也表了态，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。可这终究不合规矩。皇帝远在银川，未必不知太后心思，他都没反对，咱们何必趟这浑水？是啊，犯不着和陈首府作对，免得引火烧身。这么倔，来，姐姐给你挑个般配啦。哎呦，来吧，玩啊！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呀，他叫红袖，还不给公主爷请啊？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愿意，红袖自然愿意的。公子小心。夫人，魏王幼子和梁王幼子今日便要抵达京城了。好，
我知晓了。魏王之子濮阳郡王似乎是个女娃娃。女娃娃？可确定？10之7八。自太后下旨命各位郡王进京之后，底下的人便过去悄悄盯着。此人先前在魏王府闻所未闻，凭空便冒出个5岁的儿子来。郡王之爵满10岁才得封。濮阳郡王的爵位是这几日魏王递了折子，刚刚批复下去的。标下命人去刺探，发现魏王府上下对此事讳莫如深，还处理了好几个奴仆。之后标下派人在濮阳郡王身边观察，确实发现一些异常之处，但因没有亲眼所见，故不能确认。濮阳郡王女儿身的事情，必要时刻可帮着他遮掩一二。太后在这个档口将这些孩子召入京城，江密不信陈家没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，届时濮阳郡王或可成为破局关键。而魏王府将一个女娃娃推出来，要么是魏王妃和几位侧妃舍不得自己儿子，要么便是魏王根本不想掺和进皇权斗争之中。无论如何，苦的都是那身为女儿身的濮阳郡王。一身轩一染风霜。夫君可想我？很想阿弥，很想很想，无时无刻不念着你。天气回暖，但勿要贪凉。我不在身边提醒你，自己要记得早晚添衣，一定要平安，等我回家。陛下，京城来信了，太后将各位郡王放在仁寿宫里，同时陈家频频传信给宋嫔妃，陈家果然是坐不住了。朕脱离了他们的掌控，不愿意娶陈氏女，生下留有陈家血的后嗣。朕这般不听话，他们自然是要换个傀儡的。朕且看着他们到底能做到哪一步。先生，朕离京前虽然将朝中大事托付给了内阁，但是11到底是明面上监国之人，朕怕陈家狗急跳墙，对11下手。陛下放心，桓英亲自守在瑞王殿下身边，殿下身边的护卫外松内紧，轻易不会有事的。先生安排妥当，朕便放心了。按说皇帝御驾亲征，藩王及其家眷擅自归京，乃是大罪。然太后寿辰，不日便要举办千秋宴，打的还是为皇帝纳福的名义，这宴会自然得以开成。太后寿辰将近，宫中为了举办千秋宴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。虽然孟元双是名义上执掌凤印的人，但实际上处理后宫事务的还是皇帝派去孟元双身边的掌事女官。尽管如此，有些场合也不得不需要孟元双出面。他时常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，思来想去，便找上了江密。爷娘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太头疼了，你快些帮帮我，帮帮我。濮阳堂弟，我们都在给祖母祈福，你居然躲在这里瞎混，我要去告诉皇祖母。河间堂哥，你不要和皇祖母说。不要说？为何不要说？我就是要说，你能奈我何？皇宫里都敢这么欺负人，难道司礼监没教你规矩吗？而且你还告状，你多大了还告状？我4岁都不会和大人告状了，你要不要脸呐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把姓名留下，回去我便叫皇祖母处置你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谢灵，你去叫你皇祖母来处置我吧。只要你敢去，我就告诉别人你在这里欺负自己的堂兄弟，我看最后是谁受罚。河间郡王的父亲乃是义王，在皇帝前邸之际便对皇帝多有照拂，故而皇帝对这位皇兄还是很尊重的。河间郡王乃是义王如珠如宝疼宠着的小儿子，其生母还是太后的表妹。这进宫来的数位郡王中，属河间郡王最得脸，没人敢轻易招惹他，却是不想今日遇到了兔劲儿，碰了个硬钉子。谢谢你，谢灵。你不要连名带姓的叫我，我总觉得我阿娘该来打我了。那我该叫你什么？兔儿，你叫我兔儿吧。好，就叫你兔儿，我叫秋雨，那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娘娘，那魏王就是个滑不溜手的，哪头都不得罪，而且濮阳郡王此人也太软弱了些，就是该怯懦些才好。你瞧本宫之前看上的那个，倒是个主意正的，
结果呢，翅膀硬了，还想将本宫和陈家都给除了呢。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正该找个性子软的才好拿捏。至于魏王如何，那根本就不重要。继承大宗须得是正统，如何能是魏王的儿子？既不是父子，管他作甚？这濮阳郡王分明就是魏王的血脉，如何能是正统？当今陛下年富力强，也没过继嗣子的必要，所以他这是要……边关的信到了吗？到了。给父亲传信，便说本宫这边都安排好了。是，当初她只是想做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。可是谢之让还有皇帝，哪个都不能如她的意，那叫通通除掉好了。若非她不能直接称帝，连濮阳郡王这个幌子都不需要。此前皇帝想要拉拢殷家时，便答应会让太后付出代价。可是殷家守城不力，文武百官多有苛责问罪之意。若非皇帝和谢之让一力袒护，在陈首府的操控之下，昭勇将军恐怕要以死谢罪。此等情况下，殷家没脸再向皇帝讨要当初的诺言，所以殷穆想用自己把太后彻底拉下水。纵然她会死，她也要替她惨死的姐姐报仇。姐姐，长姐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陛下，大人，殷小将军求见。在军中，武将面见上官，从来都是单膝跪地，双膝下跪，皆为罪人。陛下，谢太师属下有罪。殷小将军何罪之有？属下曾与太后通奸，多年来一直藕断丝连，这些都是罪证。做了这么多年的野鸳鸯，怎的今日突然告发起自己来了？难道是殷小将军远在边关，满足不了太后娘娘，他深宫寂寞，找上了别人，就想把你给踹了，而后你心怀不满，想着死也要拉个垫背的，这才把太后娘娘与你厮混之事说了出来。那整一个疯子，你也不嫌恶心？没做过的事儿也要往自己身上揽，何必呢？您怎么？锦衣卫手眼通天，我与陛下如何能不知道？也是难为你了，三不五时还得跟着仇人调调情。你手上也有证据，为何还要将自己拉下水？因为我怕不能一击必杀，想数罪并罚，将太后彻底拉下水。微臣犯欺君大罪，请陛下严惩。殷小将军起来吧，有些事情不必牺牲你自己。幸而他们殷家遇到的是一位明君。陛下，这信写的隐秘，有些词句乃微臣与太后幼时约定好的秘密。锦衣卫即便看过信件，也不一定能知晓全部内情。刚从京城寄到的那封信上说，想让微臣听从宋将军的安排，将您引入藏兵洞之中。京城太后千秋宴。郡王殿下，您是先帝爷的嫡亲孙儿，是当今陛下的堂弟，身上流的是皇家的血，怎可对着意外命妇行礼？郡学姐姐，你是谁？郡王殿下行不行礼是他的事儿，哪里轮到你管？我是太后娘娘的侄孙女，姑祖母亲口叮嘱我，要叫我多教一教濮阳郡王京城里的规矩。你说我管不管的？既然是娘娘的叮嘱，想来是有她的用意的。千秋宴即将开始，郡王殿下和陈姑娘请。看濮阳郡王身旁侍从林立，还跟着陈家的女儿，看来太后是认定濮阳郡王了。孩子虽小，却也不得不受到这党派之争的影响啊。
太后娘娘千秋宴已毕，诸位藩邸小王爷皆已备好行装，只待辞行归藩了。诸位郡王离去，这宫里反倒更显冷清。哀家身居深宫，膝下空虚，久无孩童绕膝，倒觉孤寂得很。娘娘仁善，心慈念幼。濮阳郡王与河间郡王年纪尚幼，性情又温顺懂事，甚得哀家欢心，便传哀家懿旨，留他二人在京多住些时日，也好常伴哀家左右，略解寂寥。留外藩郡王久居京师，于礼制上似有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不过是2个质子伴哀家解闷儿罢了。他二人年幼纯良，哀家念其乖巧，多留几日，难道还不合情理？奴才明白，即刻便去传旨。这时候做出这等决定，陈家是真的生出异心了。此为多事之秋，务必守好侯府，绝不要让可疑之人混入。府中需加强巡逻防备，各处机关暗道还有守备，亲自检查一遍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夫人放心，标下知晓了。子夜，阿让，不要！夫人，边关急信。你说他真死了吗？老奴也说不好。今早天还没亮，便有谢家护卫纵马疾驰归京，而后谢家便挂起了白帆。今日早朝，边关传回来的战报也确实通报了谢太师的死讯，可是暗探在银川看到的，分明就是谢之让替皇帝挡了一刀，二人同时遇害。自遇此之后，宁夏卫中已不见谢之让的身影，只放出皇帝平安无事的消息，却已多日不露真身。这让太后和陈家不得不怀疑，这是否是谢之让的计谋。父亲也说了，那探子碍于不能上前查看，也并不确定皇上是否还活着。当年先帝还在时，为了对付废太子，谢之让可是也演了这么一出假死的大戏，焉知此刻传回来的死讯不是假的？陈家计划利用阴幕将皇帝引入藏兵洞，同时宋平威假装不敌，将鞑靼人从边境放进来，而后在战时借混乱态势刺杀皇帝。只要皇帝一死，宋平威率兵围堵鞑靼，持圣旨归京，拥立濮阳郡王为皇帝继子，继承皇位。陈家还拉拢了3000营的总兵，京城中监国的瑞王不足为惧。可是偏偏传回来的消息是谢之让死了。娘娘，不若老奴亲自去谢家看一看吧。谢江氏自嫁入谢家，一直被谢太师宠着疼着的，这样的人最是扛不住事儿的。倘若谢太师当真因为替皇帝挡刀而死，那弱不禁风的娇花岂不是要哭死在家中？本宫亲自去一趟，便是谢之让真死了，去看看那贱人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也是叫人心中畅快的。再醒来时，侯府已经到处挂满了白帆，谢之让的尸骨还在银川，故而江密找了一套谢之让的衣裳摆在寝屋内，就当是他的尸骨。谢之让，元娘，还有2个孩子，你得撑住了，元娘，我的3郎啊！
老天哪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的李儿，我的小亮，还有我家三郎，生生的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3次啊！娘，母亲，母亲，服役，服役！老夫人，这是伤心过度了。老夫瞧着这脉象实在不好，怕是你李儿和小六走了，三郎也走了，如今你也要走，让我怎么办呢？成宇，你看看我。母亲，您别伤心，子夜没事儿，真的，子夜没事儿。他真的没事儿，真的没事，子夜好好的，您们信我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未能提前告诉父亲母亲，还望您二人见谅。至外人面前，还请父亲母亲切勿露了马脚。你放心，我们知晓轻重的。夫人，何事？太后娘娘来了，叫二老夫人和二夫人他们都到门口接驾，我随后便到。娘，我和爹去见她，您就在屋内歇息便好。元娘务必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娘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江蜜一直是被谢之让捧在手心，静心呵护的。他在深宫之中饱受孤苦时，这般无忧无虑的人，怎能叫他不嫉妒？可是啊，终于有一日，叫他看见这朵花谢了。谢夫人，怎的不见老夫人的身影？臣父婆母伤心过度，哭晕过去了，实在不能起身来接驾，还望娘娘见谅。节哀顺变吧，谢夫人。再如何，你还有一双儿女呢，为着孩子，你也该尽早走出来。太师为了保护陛下而捐躯，你作为太师遗孀，本宫该照顾好的。本宫带了太医前来，叫他们为你把把脉，开几副调养身子的汤药，也好叫你早些好起来。娘娘，不必了，娘娘。你同本宫还客气什么？夫人，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妥当了。好，重新戒眼。娘娘，那位谢夫人的脉象虽有些弱，却不像是悲痛欲绝的样子。这谢江氏果真是装的。探子怎么说？那谢太师的母亲曾哭晕过去过，瞧着不像是装的。可是后来谢江氏出来之后，那老夫人的面色瞧着便像精神了许多。谢太师的死应当是装的，皇帝在宁夏久久不现身，陛下当时崩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且再等上几日。倘若皇帝依然不现身，那便叫父亲按计划行事。10日过后，谢之让的尸骨归京。陈家派暗探查验谢家灵堂内的尸首，确认其为空棺。以防万一，江蜜连夜将兔姐谢灵送入陆府，一直养在暗处的李琼带人前来接应。谢府一旦出事，兔姐将被秘密送出城，以保住谢家唯一血脉。在这10日内，皇帝依然没有在边关现身。
3日后，御前大太监李德宝匆匆归京。急报，陛下亲征宁夏，不幸战死沙场，杂家星夜兼程，特来传报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亲征宁夏，志在安边，然天不假年，恐难归朝。念皇室，子嗣凋零，宗脉难续，特传旨，将濮阳郡王过继于朕，立为皇太子。待朕殉国之后，承继大统，总领朝政，文武百官皆须遵旨奉行。钦此。陛下战死宁夏，乃国丧头等大事，谢之让竟敢隐匿不报，其心可诛。午时3刻，3000营2队小旗包围宁安侯府，禁止任何人出入。太后连下3道遗旨，宣江密及其1双儿女入宫。您没事吧，姨母？我没事，殿下别怕。我不怕的，劳您受累了。不说了。太后将他和尼哥召入宫中，无非是想用他2人来逼迫谢之让现身。瑞王被藏得够好，哪怕监国期间，也是将众多事务交给内阁，自己只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晓的蠢样子。如此，有江密顶在前面，陈家一时半会儿绝想不到瑞王。尼哥跟在瑞王身旁，至少瑞王活着时，他是安全的。陈家留他还有用，在濮阳郡王登基之前，他们轻易不会处死他。臣妇拜见太后娘娘。谢之让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已在自己手上，便也不在意那小丫头片子了。谢太师的尸首呢？外子在银川为保护陛下而遇刺身亡。春日天气回暖，万物发生，宁夏卫中隐有疾病传播的苗头。为防止尸首横生疫病，使宁夏兵士染病，臣妇屈信做主，在宁夏将外子尸首焚烧成灰，故而在棺椁中送回来的只有外子的战甲与骨灰。为防疫病一事在京城中引发恐慌，臣妇私自隐瞒此事，还请娘娘恕罪。跪着吧，什么时候想起那乱臣贼子的尸首在哪儿，什么时候再起来吧。江密顶着日头在御花园跪了足足2个时辰，他们到底留江密有用，见他这般嘴硬，只得放他回寝宫歇着了。如今江密算是被软禁在宫中，身边丫鬟侍从都无，更别提什么伤药了。敢问嬷嬷这是何意？我家主子说了，夫人您是他朋友的母亲，自该竭尽所能照顾幺儿的。朋友的母亲？难道说的是兔姐儿？是太子殿下？那孩子被太后当作傀儡养在身边，他也才来京城没多久，一定是孤立无援的。此刻叫一位嬷嬷来给他送药，怕是太子能做到的最大的事儿了。这几日朝堂上争吵得厉害，陈立峰以雷霆手段镇压。3000营虎视眈眈，5军营和神机营装聋作哑，外加部分大臣的妻子被软禁在宫中。太子登基仪式板上钉钉，迟则生变。
雾里烛烟老，只恋绣春刀。雾暗里，乱风晃落竹叶飘。我在寻烦恼，莫要弄江潮。水滔滔，浪喧嚣，何时了？残阳风萧萧，万里遥不战袍。山小水小，醉里马蹄太吵。烈酒心头焦，烽火狼烟黄叶烧。风萧云抛，豪气游荡云霄。世间难得逍遥，有自诩桀骜，在利人手坚强。听罢一曲洞箫，再听风呼啸。元宁5年春3月，戊寅，皇帝陈馀敢用玄母，诏告皇天上帝，后土神之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百姓不可一日无君。率土事望，在与一人。是故谨择元日，与百僚登坛，受帝玺绶，告类于大神。臣家意图扶持一个女扮男装之人登上皇位，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陈家死士亲手将刀剑刺入皇帝体内，皇帝又在银川久久不肯露面。陈家派出暗探入皇帝营帐查看，确认里面那个人是个冒牌货。如今皇帝竟明晃晃地站在他们面前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家拉拢的本就只有3000营骑兵，五军营、神机营念着皇帝驾崩，不想掺和入皇权纷争，这才装聋作哑。如今皇帝一朝归京，五军营和神机营自然是要听命于皇帝的，就连3000营恐怕也是会有一部分兵士反水的。我与你共历青山巅，一壶清酒。谢之让死了是假的，皇帝死了是假的，就连陈家费尽心机从宁安侯府刺探到的谢之让假死一事，怕也是他们故意透过来的消息。是他太心急，是他棋差一招认命了。谢之让封锁了消息，仁寿宫中的太后还不知道前朝发生的巨变。昨日跪了那么久，你依然不肯开口。今日过后，谢之让便是活着也无济于事了。登基大典他都不现身，怕是想要自己远走高飞，不顾你们母子的死活了。如此，你还要为他守口如瓶吗？娘娘以为今日的登基大典当真能顺遂如意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难道娘娘不清楚吗？魏王妃和魏王侧妃不忍自己的儿子进京搅和进皇权之争，故而在府内挑了最小的姑娘充作幼子进入宫中。那位姑娘便是濮阳郡王。她精心挑选的皇帝人选居然是个女子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她是女子又如何？她是女子，便正好叫我陈家儿郎同她诞下子嗣，日后这天下便是陈家的天下。你还有这个机会吗？把这贱人给我拿下！来人，来人呐！是在找朕吗？皇帝是皇帝，他活着回来了。来人，将这毒妇拿下！混账！本宫是你的养母，你怎敢这般对我？为君者不仁不孝，如何做这天下之主？你是想天下读书人将你脊梁骨？啊！你敢弑母？你不得好死！皇帝表面上安然无恙，实则陈家的那一刀确确实实扎入了皇帝的胸口。
皇帝归京之后，以雷霆手段镇压怀揣异心的朝臣与宫人，下旨将陈家满门抄斩，并株连九族。是几位？野性的鬼魅，秀逸的夜叉，腰间玄冥的利刃藏下，死狱的铁手名门反掌挂，何人不听我一声令下？连一位把案，简大人等速速散开。须臾闪手，情盖翻窗，赴约乱狱，征服驯马。如朕亲临，奉旨稽查。贪官污吏，皇亲国戚，身非要人，犯罪要命。贪官污吏，皇亲国戚，谁人要人，犯罪要命啊！时辰已到，行刑！千户所在，青天下如黑墨，情意中有血雾，碎骨藏着，敲钟阵声，亡魂在死者，夜色弥漫。皇帝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实在难以支撑朝政，故与谢之让商议后，决定假死，与阿竹及女儿隐居，休养余生。皇帝并天，谥号怀明。怀明帝传位于瑞王，封锦衣卫指挥使谢之让为摄政王，封韩赞为太傅，共同辅佐新帝处理朝政。同月，瑞王登基，改年号为羲和，大赦天下，免赋税，开恩科，休养生息。自此开启长达30年的清平之治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，彼时春与人间相逢。竹林晚风，年岁悄如梦，心里正小河畔点点萤火虫，温柔点亮我过往静默的星空，冰雪都在此刻消融。